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直观的东西。平时我们都是用 Codex 来写代码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它可以直接操作我的 macOS，比如像这样，它就可以操控 Chrome 浏览器访问网页，找到对应的内容，进行一些精细化的操作，是不是很棒？OK，我们来讲一下 Codex APP 如何对 macOS 电脑进行操作的相关内容。首先，设置部分，在左下角的 Setting 打开，然后 Settings 里面在左边找到有一个叫 Computer Use 打开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对勾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点一下安装就行了。这边显示那个可以 Try，就是可以使用，就是正常的。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聊天窗口，随便找一个窗口，然后换好你想用的模型。一般我会选择用一个比较快速的模型，然后这边使用 it， 找到 Computer Use， 选择这个，其实它是一个插件。接下来只需要把提示词复制过来。我的提示词是使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dprt.lab00 这个网址，然后在文章列表中找到第3个文章，并且把这个文章打开。那么在文章详情页向下滑动300个像素，然后复制支持列表板块中 1.1 的标题，然后把这个复制的标题放在浏览器的输入框中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开始启动。为了方便查看，我把那个窗口移动到这边啊。首先它会提示我是否给那个它使用 Chrome 浏览器的权限，我点确认。然后这时候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会跳出这个本地的一个配置，首先把第一个的允许打开，然后就是把这个拖到上面。其实仔细看，上面已经有了 Codex Computer Use， 这是因为我之前做过测试。然后这时候同意一下，它就有了这个权限，然后把第二个也给它。第二个很简单，也是在这上面，我也是测试过的，拖上来，然后这个选 Let 就好，然后把这个关闭掉，然后它这边就会继续进行。我把这个拖到这边，它已经开始确认任务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就是类似在背景状态下的使用，它不需要使用我们当前的焦点，它可以直接吸附到这个浏览器上来。然后它已经打开了 dprt 的文章列表页，因为要跟那个APR 做交互，所以整个可能看起来有点慢。现在它找到了第3篇文章，应该是在做点击这个动作。好，文章已经打开了，打开了文章以后，OK， 现在的动作是向下滑动300个像素，已经完成。然后在支持列表支持内容里找到 1.1 标题复制。好的，它已经定位到 1.1 标题了。OK， 粘贴进去。好的，最后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总结。好的，整个流程都已经完成了，是不是觉得很奇妙？好的，我们来单独看一下 Token 的使用情况。我用的模型是 GPT 5.4 mini， 然后思考等级是 High， 其实可以再降一点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 Stats， 当前的5小时额度是用了 5%， 然后我刚刚做测试，差不多运行了4次相关的内容。那么这次应该是运行的最全面的，它大概用了 2% 左右的5小时额度。这就是整个 Computer Use 对 Token 的使用情况。好的，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，总耗时是2分17秒，对于这个动作来说，耗时有点长，但是关键的耗时都是在和 APR 的交互上，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。然后关于费用，我用的是 GPT 5.4 mini， 然后其实不用 High 也行，我觉得用中等也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，不过无所谓，因为 5.4 mini 本来就有一定的速度优势，价格也很便宜。
然后执行的操作嘛，打开浏览器，然后找到第3个文章，算是有一点挑战。向下滑动300个像素是一种精细的操作。然后最后我给了一个进阶的任务，就是说在那个支持内容板块找到 1.1 这个标题，我觉得这已经是很细致了。然后他都做对了，然后把这个标题最终的结果复制到那个浏览器的地址框里，全部都完成了。我觉得是很魔幻的一种场景，我们只通过了这样的文字的描述 ，AI 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很精细的操作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，大家可以衍生出很多种玩法，有没有一点像钢铁侠贾维斯的感觉？就是真正的 AR 助手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使用 Codex 的 Computer Use 功能，实际操作 macOS 浏览器，实现一些精细的浏览器级操作的视频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们正在制作 Codex 和 AR 相关的一些内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关注。我是 DP，谢谢。